测试体现的是它的体验升级，拆解验证的是它工程的稳定性。这两者结合起来，说明它的定位很明确，既要让你用得轻松省力，又要让内部的结构经得起长期的使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前面试用片里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操作逻辑和使用体验，不过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光看外表和宣传是不够的，真正决定一台机器能不能打是它内部的结构、用料、设计思路。有望的产品用料偏稳健，不花哨，这是他们家的传统。那么这一次新旗舰太空币会不会延续这种风格？今天我们就把这台太空币彻底拆开。广告宣传是一回事，外壳之下才见真章。它内部是工程师的硬实力，还是堆料换包装？现在就带大家看个明白。拆解之前，咱们先说明两点。第一个就是零重力手柄依然延续下来，这是有望的家族化设计。我们之前拆过他们家几款产品，内部的逻辑基本一致，所以这期咱们不再重复的拆解它。第二就是基座的四维致敬岛，其实就是从上一代云朵 2.0 继承过来的，功能和结构都没有变化，这里我们也不拆。也就是说，有望把上一代甚至整个家族设计里成熟的东西都延续到了这一代太空币上，所以这期拆解篇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主机本体上，直接拆解它的脱头模组、主机系统，看看整机的电路架构。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脱头部分的磨损啊，我这个是用了大概1个多星期才开始拍摄这个视频的，为了就是给大家真实的使用体验嘛。先把这个盖子打开，这就是这一代的太空币，取下这一个滚刷，这是激战自信节的效果，还是很可以的啊。脱头底部的螺丝咱们全部把它卸掉，取下脱头底部这个刮条，上面有2个小滚轮，底部的一个小挡板，底部所有的螺丝卸掉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上面这个盖子，这个盖子上面这里多了一个装置，取下这一个装置，这里有一个防水胶圈，滚轮的固定是用的卡簧，脱头部分一个开关装置，这个插头固定的非常的紧啊，被我扯断了，固定在这一个凹槽里面，防止插头松脱。安装电机的位置有一个挡板，固定电线的地方有硅胶保护，加厚的一块钢板。脱头部分的主电机，主吸管的一个紧固装置，取下这个洗涤机的主吸管，滚刷的进水管。脱头部分需要打胶的地方全部都打了这种白色的胶啊，粘得非常的紧。给洗涤机主机电池充电的2个触点，这个胶确实是做到位了啊，我一拔就把线拔断了。关键的转动受力的地方，这里面还有2块尼龙的塑料，脱头的灰色转动装置也是尼龙的塑料，2种尼龙塑料配合在一起，拖地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噪音，而且非常的耐磨。这个是滚刷的锁止装置，按下自动弹开。脱头部分的出水孔，这里有2颗螺丝进行固定，我们把它取下来。进水孔在这里，一排出水孔为滚刷进行湿润，底部还有一个齿梳型的压条，这就是这个太空币不缠头发的关键所在啊。内部的齿轮为尼龙材料，这个电机推动开关的盒子也是 PA6 的尼龙材料。滚刷电机上面的螺丝都是采用的不锈钢螺丝啊。卸掉螺丝以后，我们直接拔出电机吧。2根电机线被我扯断了啊！电机的外壳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材料，拆下来的所有的塑料件都是用的 ABS 工程塑料，强度和硬度、耐久度、耐腐蚀度都是满满的啊！像这些需要受力的地方，还有抗耐磨的地方，全部都是采用的 PA6 的尼龙材料。这种材料价格更贵，比 ABS 工程塑料更耐磨，强度更高。固定电机的钢板，加厚的钢板，不锈钢的螺丝，这些都是细节啊。从细节处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太空币工程师也是用心在设计。这个太空币的亮点就是这前后双刮条，脱水无痕，全靠它们啊。2个都是硅胶的材质。这一个太空币，这内部有一个塑料板，这个就是为了让这个滚刷在里面滚动的时候有一定的让性，这样看得更直观一点。大家看一下，这上面一个推动装置，推动上面的太空币进行刮水操作，底部这个挡板还可以起到刮灰的作用，把灰尘刮下来，通过这个吸孔进入洗涤机的集成舱里面。这个设计也算是有望的一个创新啊。太空币的机械结构给大家讲一下，
三角凹槽套在这一个开关上面，滚轮向后拉动就启动这个开关，开启这个电机。内部一个齿轮带动这一个推动结构，往上面顶住这个太空壁，咱们往后面拖动的时候，它自动的压下来，就可以进行挂水操作。水箱部分继续沿用的是跟云朵 2.0 同一款水箱啊，造型、容量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来拆解这个太空壁的主机部分。底盖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内部的电解水装置、固定电机的卡片。这就是电解水装置加配套的一个电机。这个机器内部所有的管子全部都是用的硅胶的管子啊，很柔软，这个管子是无毒的。取下主机中间的一个盖板，中间需要固定电线的地方，这里有防水密封圈，两端的电线全部都打了白胶进行固定。黑色半透明的塑料用于平显区域的保护。底部黑色的遮光片，卸掉螺丝以后，拔出这个上盖、泡棉、螺丝上面的密封胶，这些都是细节啊。这个是主机板，上面有很多 LED 作为功能显示的。背面还有4颗螺丝，我们也要把它卸掉，但是拔不出来啊，要把这些线都卸掉。这就是这一个洗涤机的主机模块，进风口区域、电池区域。电机的话，在这个壳体里面，先把电断掉。电池的两端都有黑色的这种绝缘麦蜡片保护。污水箱的水位控制的触点是通过这2根弹簧进行连接到污水箱上面。卸掉螺丝，拿出电池和主板的模组。电机和主板是通过这个 XT30 的接口进行连接，这种接口是过大电流的啊。电机舱螺丝已经卸掉，我们把它打开。25000帕的吸力，全靠这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啊！电机上面有硅胶的缓震套子，起到抗震和减噪的作用。电机底部的密封胶也是打得非常的厚啊，底部一样的有硅胶的缓震套子。电池和主板咱们已经把它分开了啊，而且所有的芯片上面的胶我都已经把它清除了。这个电池模组采用的是天津力神的21700的电芯，一共使用了6颗，单颗容量是3900毫安，6颗串联等效容量23400毫安。这个洗涤机能有1个小时左右的续航能力，也是跟这个电池组有很大的关系啊。在电池保护上，用了广东赛威微电子的 CW1072 主保护芯片，配合他们家的 CW1071 次级保护芯片，形成双重保护，避免过充、过放、短路的风险。电量检测则交给他们家的 CW2217BA 电量计量芯片，让整机的电量显示更加的准确。信号处理部分有2颗苏州思锐普微电子的 V358B 运算放大芯片，主要负责电流、电压的检测放大，再搭配1颗南京威盟的 M16234 线性稳压芯片，给逻辑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人机交互这边，深圳微创知音出品的 WT588 语音芯片，负责语音播报。这一颗则是这一个洗涤机的主控大脑，采用的是上海新盛半导体出品的 HA8F105AC8 MSU 单片机，统一调度电机、水泵和传感器。这一颗最大的芯片则是深圳天威科技出品的 TM1637 芯片，负责整机的 LED 显示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用了西安托尔微电子出品的 TM18723 电源管理芯片，来协调电池供电和功率输出，配合功率 MOSFET 一起驱动电机和水泵。这一个有望太空壁洗涤机的滚刷电机来自浙江余姚富宏电机，型号为 RS595PH， 输入电压是21.6伏。主电机则是来自无锡康沃特变频电机公司，25000帕的吸力，就是这个200瓦的电机的功劳。整个电机的做工非常的扎实啊。电解水及滚刷的增压小电机来自上海青阳流体科技，这也是一款质量很好的小电机啊。整体来看，这一块主板的逻辑非常的清晰，电池提供动力，保护芯片保证安全，电量芯片做检测，电源管理芯片做分配， MSU 芯片负责大脑调度，运放和稳压做信号支撑，最后通过语音和 LED 给用户交互反馈，这就是有望的风格，保护链路冗余，分工明确，用料规整，追求稳定和安全。经过咱们前面的测试和完整的拆解，这台有望云霄太空壁洗涤机给我的印象可以用1句话概括，它不是追求堆料炫技的机器，而是一台从体验点切入，真正把用户感知做到顺手的产品。在这个洗涤机的测试环节，它表现很稳定，
续航满电可以拖洗1个小时左右，我家的120平米的户型拖上3.5遍完全没有问题。手感，零重力手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时间拖洗几乎不累。刮水，太空币结构带来明显的升级，刮水效率高，地面能快速干爽，不留水渍。基站，这一代的烘干温度比上一代提高了很多，滚刷能保持干净更干燥，使用后的整机状态更加的健康。再结合咱们今天的拆解片，我们看到的是另一面，6串力神的21700动力电芯，配合完整的保护和电量管理芯片，安全性和续航都有保障。整个主板的用料规整，电源管理、驱动电路、信号检测逻辑清晰，没有缩水。电机系统，主电机、滚刷电机和水泵电机各司其职，用料厚实，带来扎实的清洁力。换句话说，测试体现的是它的体验升级，拆解验证的是它工程的稳定性。这两者结合起来，说明它的定位很明确，既要让你用得轻松省力，又要让内部的结构经得起长期的使用。那么购买建议怎么说？如果你是首次入手洗地机，或者追求地面快速干爽，这台太空币很值得考虑。如果你家的面积大，有宠物，拖地频率高，刮水和快干的优势会显得特别明显。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或对升级点不敏感，那么可以斟酌一下。总体来说，有望这台太空币洗地机价值不在花哨的功能，而是在体验和可靠性的平衡。它的思路是让核心架构稳定，关键体验升级，真正解决拖地过程中的痛点。测试为了了解，拆是为了真相，认真测拆，客观输出。我是离火测拆，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